唐一，再闹就分手。哦，那就分吧。不要闹了，等会我回去陪你。电话里的人一愣，继续隐忍一般的说着。别分手，你爱找谁找谁。是的，我觉醒了。觉醒在陆景天把我一个人扔在路上去陪他的白月光过生日，将我一个人扔在马路上的时候，我走在路上被倒霉孩子撞了一下，撞到路中边的路灯上晕了过去，还是好心人帮我打了120。晕了之后，我感觉我的灵魂飘在上空，眼前不知不觉开始变换画面，而我无意间看到一间公寓。此时的公寓里，陆景天的怀里正抱着一个清纯的女子，桌上还摆着一个精心准备的生日蛋糕和玫瑰。这女子就是陆景天的白月光苏苏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也是我的生日。阿天，依依会不会生气了吧？苏苏和陆景天深情对望，然后不经意间地提出问题。不会，我对他没感觉，是他一直死缠烂打。提到我名字的时候，陆景天忍不住皱起眉头，眼神里满是厌恶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陆景天，想要扑过去问个清楚，可惜身体被一阵白光吸了进去。里面的声音告诉我，我在的世界是一本小说，而我是一个恶毒女配，陆景天和苏苏就是男女主，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增进男女主的感情。到后面，陆景天回到陆家和我结婚，借着我家的势力逼死了我的父母，吞并了我家公司，最后和苏苏生了2个孩子，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而我死在回家，看见陆景天和苏苏睡在一起，受不了打击，开着被苏苏动过手脚的车里摔下悬崖，只剩稀稀白骨。可恶，渣男渣女应该死在一起。我唐依依现在 K 市一中读高3，唐家在 K 市的地位数1数2。对，我唐一很有钱，因为身后有唐家。陆景天不过是我家资助的一个高中生，还是陆家私生子，由于长得还算可以，被当时的我一眼看中，从此并开始了我的舔狗人生。觉醒以后，觉得当初定是男主光环过于强大，要不然就陆景天那个样子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？苏苏是从农村来的贫困生，他能和陆景天看对眼，只能说一个辈子睡不住2种人，既白莲又绿茶，最喜欢道德绑架。毒女配是吧？那我就恶毒到底。爸妈，还好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终于醒了，吓死妈妈了。我睁开眼，爸爸和妈妈一脸焦急地看着我，我一头撞进妈妈怀里，紧紧抱着妈妈的身体不放手。爸爸开口问道：依依，哪里还不舒服吗？爸妈，我没事了。我话一出，爸妈才松了一口气。此时电话铃声忽然响起。喂，唐一，再闹就分手。哦，那就分吧。不要闹了，等会我回去陪你。电话里的人一愣，继续隐忍一般的说着。别分手，你爱找谁找谁。你别后悔。切，我不等电话的人说话，切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。此时旁边的爸妈担忧地看着我。依依，爸妈，取消对陆景天的资助吧。好，听依依的。妈妈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同意了，毕竟陆景天在他们的印象里还是不错的，再加上之前的我喜欢他。哼，早该取消了。爸爸抱着手气呼呼地继续说着。我早看那小子不顺眼了，我的宝贝女儿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转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，可心疼死我了。爸爸，你最好了。吧唧以后依依不会再让爸爸妈妈伤心了。我将爸妈抱在一起，心里默默地下了决定。我晕倒的时间是周五，安心在家休息2天，爸妈也休假在家陪我。在这2天时间里，我没有给陆景天发过一个消息，而他也对我毫不关心。周一，小姐，早餐。李博拿了一份早餐给我。是了，以前的我天天给陆景天带早餐，
而他不领情就算了，还天天诋毁我，说我看不起他，但每一次的早餐他都心安理得地吃了。李博，以后不用准备早餐了。是，小姐，我都是在家吃完早餐才来学校。高3一班。依依，你来啦？听说你去医院了，没事吧？我刚进教室，我最好的闺蜜李媛跑过来，表情不自在地问我。李媛，李家二小姐，还有一个哥哥叫李毅，和我家是世交。但之前因为我舔陆景天，李媛看不过陆景天对我的行为，为我抱不平，而我这个傻缺竟然为了维护陆景天，与他渐渐疏远，居然和苏苏这个白莲花做了朋友。我看到书里的最后的结局是李媛不顾陆景天的打压，为我收尸，为我家报仇，但最后还是败在了男女主的光环下，被陆景天活活烧死在房子里。阿元，我没事。尊都假都。尊都。阿元，对不起。我握着李媛的手，感受着她的温度。真好。我的家人、朋友都还在。跟李媛缓和关系，腻歪了一会，陆景天带着苏苏来了。是的，我和男女主在同一个班，其他人都是他们 Play 游戏中的 NPC。我看着长得还算清秀的陆景天，觉得作者可能脑子不好使。我堂堂一夫家千金，怎么会喜欢这种类型？此时我只想说一句，强扭的瓜真的不甜啊！不甜就算了，还会要命吗？依依，听说你晕倒了，没事吧？苏苏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来到我前面，开口就是茶言茶语。托你的福没死成。我双手抱在胸口，静静地看着苏苏。啊，天不是故意把你一个人扔在那里的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苏苏没想到我会这样说，立马换成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，换做以前我定不会怪罪他。唐依依，你有完没完？你这不是没事，好好的坐在这里。陆景天拉过苏苏，不耐烦地对着我吼道：我要死了，你们才开心是吗？我紧紧盯着这个喜欢了那么久的人，果然不出意外。我不是和你解释了吗？苏苏摔倒了，没人载我去照顾她。陆景天拉过苏苏，回到位置上坐好。笑话，陆景天，你是不是没搞清楚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？依依，阿元气愤地看着陆景天，以前的我好拿捏，可现在不一样了。我拉着阿元的身子，生怕他伤到自己，而在陆景天眼里，我是在维护他。阿元，别生气，我和陆景天分手了。真的，真的。我故意将分手2个字说得很大声。此时班级里已经来了很多同学，听到我的话，大家都纷纷将好奇的眼神不断从陆景天和我身上切换。在我没觉醒前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陆景天，喜欢得不得了，愿意放下大小姐的身段去讨好他，用钱给他买礼物、买衣服、买手表。而陆景天一边说着让我不要用钱污染他，一边接下我送的东西，然后悄悄地给苏苏。妈，这俩狗东西挺会享受啊！依依，你终于清醒了。阿元激动地抱着我，我知道之前阿元对我恨铁不成钢，说一些狠话想要将我唤醒，可惜当时的我让他很失望。阿元，我也会抱着阿元。阿元，吃早餐吗？我放开阿元，拿起桌上原本为陆景天准备的早餐，递到阿元面前。吃。依依的早餐怎么不吃呢？阿元拿着早餐走到陆景天的桌前，晃悠着大声说，随后将早餐还给我。他只是为了去刺激一下陆景天。此时的陆景天晦暗不明地看着我。依依，别生气了。陆景天站起来，似是做了硕大的决定，来到我面前。我装作不明白地看着陆景天，想看他会作何解释。好了，唐依依，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陆景天看到我的表情，立刻不耐烦地说完，回到座位上坐好。苏苏开始发挥她的作用了。阿天，依依肯定不会故意的。哦，
他在等我去哄他，毕竟以前我可舍不得让他生气。真是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永恒不变的真理呀！叮叮，上课铃声开始响起，我这才发现我的同桌已经趴着睡了很久，铃声响起也不打算起来。我因为陆景天的缘故，天天想着怎么讨好他，以至于让班主任把我调到陆景天的后桌，就为了能在后面静静地看陆景天的背影。这时我才细细观察起来我的同桌顾南，顾家小少爷，大我1岁，喜欢逃课睡觉打架，是 K 市一中有名的问题学生。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我被剧情影响，我对顾南的印象很少，少到刚刚说的都是从剧情那里知道的。吃吗？我打算将早餐扔掉，忽然发现顾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开眼睛，静静地看着我。吃。顾南接过我的早餐，默默地吃起来。虽然上课铃声已经响了，但一中第1节课都是自己复习，所以没有老师来，大家都是静静地自己看书。而陆景天直直地盯着顾南快要吃完的早餐。哟，班长这是怎么了？你不是从来不屑吃依依的东西吗？陆景天的动作被阿元一阵嘲讽，阿元看不惯陆景天很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的我都是求着陆景天天吃我带的早餐，还为了迎合陆景天的口味，让家里的阿姨做他喜欢吃的菜。可惜白眼狼永远是喂不熟的。依依，班长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请自重。我没同意。用得着你同意吗？陆景天转过来想要和我搭话，被我无情打断，生气地转回去，不再理我。可笑，以前舔着去找他，他不理，现在不理他又过来找不自在，真贱呐！1节自习课结束，班长，吃的什么呀？我怎么没见过？以前不是天天吃山珍海味的吗？哈哈哈，这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。同学们看到现在我对陆景天的态度，便开始嘲讽他，毕竟他们看不惯陆景天自视清高的态度已经很久了。以前是因为有我罩着他，他们不敢得罪我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不喜欢他了。你们别太过分。苏苏过来为陆景天出气，但人家连陆景天的面子都不给，更何况是他苏苏。他们这样说啊，天了，你忍心吗？苏苏看他的话对大家没用，就开始来道德绑架我。忍心？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苏苏开始拉扯着我的手。啊，苏苏！陆景天听到苏苏的叫喊声，快步走过来，苏苏则倒在地上，轻轻地擦着没有眼泪的眼角，而我则静静地看着他演戏。阿天，依依不是故意推我的。唐依依，给苏苏道歉。不用了，阿天。你看，陆景天连事实如何都没问，就让我道歉，真的是给他脸了。陆景天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拦住想要为我出头的亚元开口说话，我话一出，众人皆是一愣，他们以为我只是和陆景天耍耍大小姐脾气，一会就好。要我道歉，他配吗？我话一落，就有同学开口说话，人家唐依依什么都没做，是苏苏自己摔倒，居然让唐依依道歉，什么人啊这是？道歉，我原谅你。陆景天一副做出重大牺牲的油腻模样。哦，好恶心，差点把我早上吃的恶心出来了。呵，笑话。既然这样，他啊！我拉起苏苏抡手左右开打，最后一推，完事。不是恶毒女配吗？不恶毒一下都对不起我的称号。唐依依，阿天，我不知道依依哪里得罪了依依。苏苏捂着脸倒在陆景天怀里，小声哭泣。唐依依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那就过分到底。陆景天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家取消对你的资助。嗡！陆景天一惊，脸色变得不好看。原来班长是被唐家资助啊，那他还这样对人家大小姐，现在有苦头吃喽。
班上同学嘲笑的声音纷纷响起。依依，别开玩笑，不用你道歉了，我们回去又说。陆景天不可置信地抬头看着我，放下苏苏，想要拉我的手。我怎么会让他得逞？一个转身就侧了过去。苏苏，你就那么喜欢别人的东西啊？现在是你的了。哦，你手上戴的镯子是我的，麻烦还给我。还有项链。我话一出，班里同学的眼神都能把他们淹死。还给你。依依，我想不到你是这种人，是我看错人了。苏苏起身，羞愤地拿下镯子项链放到我桌上，弄得砰砰响，好像吃亏的人是他一般。还有那支钢笔。袁看着苏苏桌上的限量版钢笔说话。砰！给你。苏苏一个用力将钢笔砸在我的桌上，瞬间钢笔断成2截。是了，这支钢笔是陆景天生日的时候我跑遍了整个 K 市，专门为他买的生日礼物。当时他还嫌弃来着，但转手就送给了苏苏。2万，赔吧。我看着苏苏静静地开口。什么钢笔？要2万？此时的苏苏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这可是限定版，不信拿去鉴定。袁无语地看着苏苏那副小家子模样。天！苏苏听到阿元的话，知道他真的闯祸了，可怜巴巴地看向陆景天。我帮他赔。好，2万，不要打少了。陆景天咬了咬牙，准备帮苏苏赔这钢笔钱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和我家的帮助，陆景天和苏苏能走到哪一步。经过这个小插曲，现在不用我开口，看到我不想管的态度，班上的同学已经快要把他们2个喷死。以前在我的保护下，苏苏占着是我朋友的名义，虽然是贫困生，但人家用着我的东西天天炫耀。班里的同学大都是家里有钱的人，早就看不惯他这副嘴脸。现在能出气了，当然得狠狠地出一口恶气。住口！听着说苏苏越来越难听的话，陆景天大声呵斥，同学们觉得无聊白了，他一眼就走了。此时大家都已经知道陆景天是我家资助的，以前因为他说他不想被别人看不起，我让学校隐瞒了这个事实，连阿元都不知道，所以大家还以为陆景天背后有人，但不确定是哪家，所以有所收敛，要不然按陆景天这目中无人的态度，早被人揍了。现在我把这个秘密说出来，陆景天，你还能那么高高在上的享受一切吗？我在心里坏坏的想着。陆景天，出来一下。正在上课，班主任把陆景天叫了出去，直到快要下课，他才阴沉沉的回来，不忘深深的看我一眼。看来老爸应该和校长说取消陆景天的资助了。依依，你真的放下陆景天了吗？课上阿元的消息伴随着震动传到我的手机里。真的，骗你是小狗。收到我的消息，阿元才放下心来认真听课。K 市一中是重点高中，班上的同学除了家里有人成绩也都是杠杠的好，而我的成绩原是年级第一，后来受陆景天的影响下降了很多名次。在书里我放弃了好的大学不读，不顾家里反对去读了一个大专，只为了照顾陆景天那小小的自尊心。陆景天曾给我洗脑，说我有那么好的家世就不用那么高的学历，而我为了陆景天开心变死也要去读大专。我现在想想都感觉恐怖，我要反击，不能步上一世的后尘。拿起笔认真听讲，原先我的底子就不错，只要抓紧时间学，我相信我能做到。这题方法不对，要这样。顾南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可能是看着我对着一道难题发呆，便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将解题思路写了出来。对，是这样。我看着草稿纸的解题步骤，恍然大悟。谢谢你呀。不客气。顾南说完，继续趴下睡觉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顾南不像他们说的那般不堪。我记得他的成绩一直都是垫底，但这道题的难度他看一眼就算出来，看来他这人不像表面那么简单。叮铃铃，中午放学铃声响起，
大家不紧不慢地朝学校食堂走去。依依，去吃饭。好。阿元挽着我的手，说说笑笑地朝食堂走去。以前我都是和苏苏提前去，把陆景天喜欢吃的菜打好，等他来。我真贱呐！自从觉醒以后，我真的觉得以前的自己是真的贱。而陆景天和苏苏想要和我说话，都被阿元打断，我才不想理他们呢。食堂，我和阿元打好饭，来到以前属于我们两个的专属位置。陆景天和苏苏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我和阿元吃得很开心，桌上没有他们的饭，他们看了一眼，默默地去窗口排队。同学，你的卡里没钱了。食堂阿姨声音响起，我抬头看去，发现是陆景天。哦，差点忘了，陆景天的卡很久没用，也很久没充过钱，以前都是用我的钱给他买吃的，他的钱早被他拿去给苏苏花了，他从来不用考虑有没有钱这个问题。现在嘛，没了我，看他怎么办。阿姨，等等，依依，你能不能帮我先付一下饭钱？陆景天黑着脸走到我面前，要我帮他付钱，可是他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得多大的脸能说出如此厚颜无耻的话？不能，我拒绝继续吃饭。依依，你家那么有钱，不差这一点吧？苏苏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指责我。不是，我说你多大脸能说这话？依依有钱关你屁事，想要钱就去赚啊！抬着张嘴在这道德绑架谁呢？阿元看不过去，直接开喷。你什么你？求求你要点脸吧！苏苏被呀元气到了。这个月的资助钱已经给过你了，我家早在月初就已经把1个月的生活费打到陆景天的卡里，足足5000，原本只有2000，是我怕他不够用，让老爸给他多打了3000。这钱想必收到，就给苏苏买衣服了。我可是月初的时候在苏苏朋友圈里刷到他炫耀一件牌子大衣。我不是你妈，没钱别来我面前狗叫。我说完无视，直接俩人继续干饭。好，唐一你别后悔。苏苏，先刷一下你的卡。好。陆景天说完话，黑着脸带着苏苏转身就走。原本想打几个他经常吃的菜，但发现苏苏卡里没那么多钱，也只能吃便宜的。切，我可不惯他这臭毛病。而此时食堂吃饭还有很多学生，我和陆景天的对话被他们听去，都在下面议论纷纷。依依，我把我哥介绍给你。嗨嗨，不用了。我被阿元的话吓得差点被饭呛到，他哥可是快30岁了，要不得。啊，依依没事吧？没事。阿元小心地拍着我的背。那我表哥怎么样？你表哥？就是你同桌顾南。啊，他是你表哥？我怎么没听你说过？阿元的话让我震惊在原地，这也太劲爆了吧！嗨，我表哥他不让说，而且依依你也没问呀。阿元捧起我的脸蹂躏了几下。哈哈，我趁阿元不注意挠他痒痒。而陆景天则黑着脸坐在我们对面，看我嬉闹。身边的苏苏好像察觉到什么，不停地和陆景天说话，但陆景天好像不怎么想搭理苏苏。就这样，在阿元的陪伴中到了放学时间，而顾南则一直睡到放学，期间再也没有和我说话。依依，明天早上等我。好。我和阿元在学校门口拥抱分别，我转头走上车，准备回家。李博，怎么不走？我看着久久还不动的车，疑惑地问李博。小姐，陆少爷还没来，以后都不用等他了。哦，以前我可是每次求着陆景添上我家的车，舔狗舔到我这样，很不错了吧？是，小姐。李博启动车往前走，陆景天正要拉门的手就那样留在空中，旁边还有苏苏的尖叫声。看着渐渐远去的俩人，我忽然想起来他们现在住的是我的公寓。
之前我心疼陆景天住的出租屋太破，便把我爸给我的学校旁边的公寓给他住。后面看苏苏可怜，又让他到公寓和陆景天一起住。而陆景天居然不拒绝，他在我面前可是一个有洁癖的人，就连我想牵一下他的手都很费劲。有猫腻，他们两个早就在一起了，不是他们隐藏的太好，是以前的我太蠢。叮咚，手机收到一条消息：唐依依，你别求我回去。陆景天，滚！微信界面再没有变动，真是晦气。回到家，发现爸妈没回来，李博说近日公司很忙。好吧，那就去收回我的东西。我带着5个保镖出门，来到公寓门口，打开钥匙进去，只见俩人正腻歪在一起，一副热恋情侣的样子。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看到我来，俩人倒是分开得快。哦，你来做什么？陆景天依附我就知道你会来的表情。请你们出去，这是我的公寓。我坐到沙发上，直视着俩人。你家有那么多房子，我家有房子关你什么事？只要我够狠，别人就道德绑架不了我。限时明天我来看，如果你们还没搬出去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不容他们拒绝，我带着保镖转身就走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陆景天叫住我。我和苏苏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陆景天还要狡辩，我直接转身就走。有病吧这人。回到家，微信弹出一条好友验证，男，请求添加好友。顾南。好吧，没有下文。第二早上，小姐，陆少爷来了。阿姨上来叫我，他们都已经习惯了我卑微的舔陆景天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让外人随便进来。是。我来到桌子前，陆景天已经理所当然地吃着早餐。听到我的话，众人皆是一愣。有事？等你一起去学校。不用了，我有李博接送。说完，我起身就走。陆景天想要上来拉我，被李博拦住。陆同学，请自重。好，李博，现在都不喊陆少爷了。我不管陆景天怎么来的学校，只知道他到学校的时候已经迟到很久。我让我表哥给我补课，你要不要一起？我刚到学校门口，阿元就拉着我叽叽喳喳地说话。顾南。好啊，什么时候？这个周末怎么样？可以。要是有顾南辅导，我想我进步应该会很快。我和阿元来到教室，奇怪的是顾南居然没来。阿元，你表哥呢？不知道啊。怎么想我表哥了？等一下我告诉他。阿元，哈哈哈。我和阿元打打闹闹，不过苏苏那吃人的眼神也被我注意到了。就这样，平平静静过了几天，陆景天倒是听话，从我的公寓搬了出去，回到那个破旧不堪的出租屋，和他妈妈生活在一起。苏苏倒是有情有义，陪着陆景天吃苦，不陪陆景天怎么办？难不成回他那个家被他爸卖给光棍当媳妇？苏苏不傻。期间陆景天想找我说话，不是被我无视，就是被阿元骂回去。陆景天不死心，还去我家门口等，结果等了一夜，灰溜溜的走了。陆景天这次真的害怕了，他感觉到我不是在和他闹脾气，我是和他来真的。陆景天慌了，但是没用。我同桌顾南倒是一直没来，这人真奇怪。周五最后一节课，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在门口找陆景天。陆家，对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就是这个时候，陆家人找到陆景天。陆景天是陆老爷在外面的私生子，私生子注定见不得光。一直到下午，陆景天都没有回来，倒是苏苏时不时不屑地看向我。而就在今天放学以后，按照剧情的发展，苏苏会来找我，我和苏苏会被绑到没人巷子里被人侮辱，最后千钧一发之际，陆景天出现救了我们。这次我倒要看看是谁那么大胆子敢绑架我。
依依，明天我家见。对于明天的补课，有点期待了呢。放学以后，我让保镖隐藏起来。我觉醒以后，就让我爸给我找了几个牛掰的保镖，小命要紧。依依，这几天你都没理我，是生气了吗？没有。依依，你要相信我和阿天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依依，你能陪我去书店吗？我想去买几本练习册。李博，你先回去。看我支走李博以后，苏苏更加卖力地拉着我聊天，全都是他怎样怎样苦，怎样怎样难，而我多么多么好，说那么多也不嫌累得慌。苏苏不管不顾地拉着我去书店，买完书已经有点晚了。买完书，吃了点东西，苏苏拉着我往巷子方向走。很快来到巷子口，前面一片黑漆漆。苏苏，这么黑，绕路走吧。没事，我在呢，我保护依依。看来这次意外不是意外，所谓女主也就那样。我看着有些兴奋的苏苏，心里默默地想，我给你机会了，苏苏。走吧，依依。好，别动。一阵难闻的味道，我晕了过去。在晕倒之前，看了一眼旁边的苏苏，发现她好好的站在那里，正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醒了，嘿嘿，小美女真嫩，给我玩玩，让我开心了就放了你，哈哈哈。大哥先来。我醒来就看到几个猥琐至极的男子，几张大脸正直直的看着我，而苏苏不知所踪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哟，不就是唐家大小姐？啧，这辈子能玩一个富家千金值了。一个头子摩拳擦掌，准备对我下手，另外一个拿着相机准备录像。苏苏呢？她太丑了，我们看不上。说完，朝着我的脸就摸来。啊！饶命！饶命！大小姐饶命！我拍拍手，满意的看着地上跪着求饶的几人。保镖不错，加鸡腿。饶命可以，告诉我是谁让你们这么干的？这几人面面相觑，好像有所为难。不说。好，去，留着命就行。我话音刚落，保镖再次动手，揍得地上的人嗷嗷乱叫。我先说，是刚刚那个女人让我们这么做的。对，她给了我们10万块钱让我们录像。我拿出苏苏的照片给他们看，是不是她？是，就是她。地上几人不停地磕头，此时他们身上已经没有几块好的地方。依依，你没事吧？苏苏带着陆景天跑来，陆景天看到我就要往我这里扑，不过被保镖拦住，而苏苏看着地上跪着的人愣在原地。依依，你没事啊？苏苏是希望我有事。没有，依依没事就好。苏苏心虚地低着头，他可没忘这几个人是他找来的。小姐，是他。对，就是他，是他让我们做的。别乱说，我看到依依被你们拖走，我立马去找阿天。依依，你要相信我。依依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受伤害的。怎么变了？我记得陆景天当时对我的态度应该是不耐烦的，难道他也觉醒了？好了，把他们洗送去烟柳。是，烟柳 K 是有名 gay 吧？陆景天和苏苏像不认识我一般的看着我。切，证据我已经拿到手，不过嘛，再陪他们玩玩就是了。依依，我送你。不用。陆景天被保镖拦在我身外，我可不想和他沾边。而苏苏见陆景天注意力都在我身上，眼底的阴霾一闪而过。周末，阿元，依依，快进来。阿元拉着我直接往卧室走去。表哥，依依来了。顾南，你们先坐，不会的我再讲。好，就这样。顾南拿出一套题给我和阿元做。1个小时以后，
表哥，我不想做了。阿元朝顾南撒娇，希望顾南能网开一面。不行。好吧。阿元骂骂咧咧地继续做题。做好了？好了。我看看。我放下笔，顾南就拿过试卷开始看。原本我还对顾南的实力有所怀疑，但是我小人之心了。这题，你再想想。我接过试卷，看了一会，实在看不出来该怎么做。你看，这样画一个辅助线是不是好一点？还是看不太明白。我如实说。这样。顾南说着，身子朝我靠近，清俊的脸颊，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，还能闻到衣服淡淡的栀子花香。真好闻。我忍不住朝顾南身上闻去。忽然，我回过神来，发现我快将整个头压到顾南的胸口，瞬间脸红了起来。不好意思，呵呵，没事。要是我注意看，顾南的耳垂红得通透。嘿嘿嘿，我去上厕所。阿元一脸姨母笑得出去之前不忘朝我眨眨眼。不用管他。好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顾南给我讲题，不知怎么的，顾南讲的是那么通俗易懂，我理解得很快，不像之前我妈给我找的家教。看着顾南帅气的脸，我忽然有点喜欢上这种感觉。谁不喜欢帅哥呢？周末很快过去，陆景天的身份很快传遍全校，之前嘲讽过他的人见到他纷纷躲开，生怕他一不开心就和他们算账。不过陆家和唐家比，还是差了不少。我的宝贝女儿，陆家发了个请帖时间，在下周6，你要不要去？我刚到家，妈妈就坐在沙发上，一脸忧愁地等我。妈，陆景天回陆家了是吧？你知道了呀。乖乖，要是不想去就不去。去呀，当然得去。要是陆家老爷知道陆景天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放弃了唐家千金，不知道脸色会怎么样。我和妈妈亲昵了一会，妈妈又去公司忙，我只好自己待着。时间过得很快，顾南还是没来学校上课。我受阿元的邀请，经常去他家让顾南讲题。我和顾南的关系近了不少，而我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发现顾南是一个很细心、很好的人。明天就是陆景天回家举办的宴会，你要不要找人陪你去气气他？有道理，不过找谁呢？阿元努嘴示意我看顾南。可以。还不等我问，顾南直接答应，留我一个人愣在原地。回到家，我还一直在想顾南怎么会答应的那么快。很快，陆家宴会，我穿着一套高定礼服走到门口，就看到顾南一黑色体西装等着我。我挽着顾南的手臂，和顾南一起缓缓进场。原本还在恭贺陆老爷子的人，纷纷被我和顾南吸引过去，陆景天也不意外。陆少爷请自重。顾南牵着我慢慢往前走，丝毫不理会陆景天要吃人的眼神。你来了。陆伯父，我听那天说你们在一起了。陆老爷子疑惑地看着我和顾南，还以为我出轨了。陆伯父，阿天没和你说吗？我们早分手了，原因是他喜欢上别人了。别生气，我教训教训他。陆伯父，那个就是阿天新女友。我指着穿着一套过时礼服、气质不佳的苏苏给陆老爷子看，我拉着顾南便去和其他客人聊天。要知道，陆老爷子会同意陆景天回陆家，是因为我没了我，陆景天看看你的好父亲还会看重你吗？我看时间差不多，拉着顾南走了。不过走前，陆老爷子的脸色可不好看。我喝了一些酒，忘记了我喝酒酒醉的体质，头有点昏昏的。顾南扶着我回到车上，我反手把他压着身下，摸着他的脸。你真帅，可以做我男朋友吗？我热乎乎的气吹的顾南脸上，看着他帅气逼人的脸，忍不住亲了他一口。顾南的脸瞬间红了起来，他想把我拉起来，但又不知道拉哪里，最后还是李伯来一起把我拉到车上坐好。顾少爷，不好意思。
没事，我醒来的时候把我亲不难这事给忘了。后来我从妈妈嘴里得知，陆伯父对陆景天发好大的脾气，原本给他的股份通通收回，还不允许苏苏进门。那天苏苏是红着眼跑出去的，这次陆景天没有去追他。小姐，陆少爷在门口找你。不见，让他回去。陆少爷说见不到小姐，他不回去。现在已经是高3寒假，漫天大雪，冷得很。有事？你相信我之前那样对你不是我的本意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看他这个样子，应该和我一样觉醒了，不然按陆景天原来的性子，他怎么可能这么早来求我？陆景天在我家门口继续站了1天1夜，他见我真的不会再去见他，第2天早上便走了。而我天天烦着顾南，让他给我讲题原时而加入我们，但很快就放弃了。陆景天走后，我便让爸妈把家里的房子涂上防火涂料。我知道陆景天这人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必须得防着。就这样，平平静静过了很久，陆景天被陆伯父赶了出去，和苏苏又回到那个破出租屋。苏苏是享受惯了富贵生活的人，怎么忍受得了现在的贫困生活，开始频繁出去和富家子弟约会，被陆景天发现好几次，最后俩人大吵一架，不欢而散。而陆景天是手握剧本的人，他怎么甘心一辈子就那样？这不，夜深人静的一晚，他开始行动了。我提前让人在隐蔽的地方安好摄像头，就等他自投罗网。我在赌陆景天会狗急跳墙来我家放火，顺便将机密资料偷走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天我爸妈好不容易回家陪我，下人们也都放假休息，整个别墅只有我们3人。暗处的保镖进来汇报，说有一伙人鬼鬼祟祟的我家别墅外观察很久。这不，机会来了！爸爸妈妈，我们把灯关了，看一出好戏。爸妈虽然疑惑，但还是照做。我没把计划告诉任何人，打开电脑上监控放在桌上，和爸妈静静地看着。过了一会，画面中渐渐有了几个偷偷摸摸的身影。陆少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其中一人问着拿着火机的男子。别废话，赶紧到时候有你的好处。好。几人开始在我家门口忙碌起来。监控里的人忙碌一会，停了下来，拿起打着火的火机扔到门上。陆景天没想过让我活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没什么内疚感了。蹲下，不准动。此时门外警报声和警察声同时响起。爸妈不可置信地看着外面发生的一切，我握住他们的手安慰着他们。咚，有人在家吗？爸妈起身去开门，警察开始询问情况。而我家由于我提前涂了放火涂料，火没有烧得很大，加上警察来得及时，刚燃起的火苗很快被扑灭。陆景天，你个畜生！我家供你吃，供你穿，给你最好的教育资源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们的吗？妈妈看着陆景天气得快要晕过去。带走！陆景天等人被带走，而等待他的不只是这个。警察叔叔，我要举报。第2天，顾南和原陪着我去警察局交证据，而这份证据自然是苏苏的口供和那份录像。苏苏和陆景天一个都跑不了。苏苏的口供很简单，钱能买所有，也买不了所有。最后，陆景天和苏苏都去吃牢饭，加上我老爸的加压，要很久才能出来。高3加油，高考加油。你想报什么学校？京大吧。好。元你呢？我也一样。那顾南你呢？我没问出口。9月，京大新生报道。这里。元使劲朝我招着手。元，我成功了，成功摆脱恶毒女配的角色。爸妈，元都在。做我女朋友好吗？好。
顾南也在。